我叫江四，3天前我还是个普通美院大学生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进了一本年代小说，成了书里的同名配角，最后被渣爹算计下乡病死他乡，死后还被配了冥婚的可怜江四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知道这本书里的全部剧情，这次重生，我一定要拿回一切。四四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家你是真没办法待了。你看看你妹妹，你再看看你，你都做了点什么东西啊？四四，上面打算清算江家，为了保你，只能委屈你先去乡下避一避了。至于工作嘛，就先交给青青吧。好，爸，我同意下乡，但是我妈留给我的羊脂玉我要带走。好，我给你拿。这块玉是沈芊芊这辈子的金手指，江家祖传的储物空间，她的现在是我的了。我的天哪！原文中渣爹沈修文早就把江家100年家产悄悄转移，打算带着继母林月如和他的一双儿女卷产跑入湘江，只留原主一个人在乡下慢慢熬死。现在便宜我了，哼！小同志，下乡准备去哪？黑省条件不错。同志，身为新时代年轻人，我想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。同志，我想去云省最偏的那个县。小同志，觉悟高。哦，对了，同志，我弟弟也想下乡，他还有机会报名吗？哦，当然能。谢谢你，同志。继妹沈芊芊要抢我的工作名额，那你就和继弟一起打包去下乡插队，这辈子都别回来了。姐，我的工作。张四，你干什么？啪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走！你放开我！走！放开！哈哈哈！渣爹，你算计了江家20年，以为赢了，但这剧情从我穿进来那天起，就注定要重新改写。四丫头，你要去琼州岛的事儿和小霍说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要不先给他拍个电报，告诉他你要去的事儿。好，电报按字收费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就直接发2个字结婚，他应该能懂我意思。书里的霍廷舟一生只钟情于原主江四一人，原主死后还千里迢迢地帮他收尸，最终一个人在琼州岛守了一辈子，孤独终老。这么帅的未婚夫，我替原主啃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就不是在哪，日子过得怎样，我只是这样珍惜。也许认识某一人，
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月儿安心甜如蜜。霍团长，是我。2年不见，这儿的风沙倒是没把你的皮肤吹粗糙，反而把你的性子吹得更沉了。你盯着我瞧什么？怎么，是在营区里没见过我这么美的女人？还是说，你觉得我这个落魄大小姐不应该来啊？只要是你，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那我听说海岛上想给你做媒的人，可是从营区排到了码头呢。我要是再不来，那我这棵大树是不是要被人撬走啦？霍大哥，好久不见，我是苏婉婉，姐姐让你来接我。的确很麻烦，如果不是大嫂先斩后奏开口，我根本记不住什么婉婉盘盘。和平，带着苏同志去招待所登记。哦，走吧，思思，咱们先去放东西。青四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上辈子这个时候，他应该已经在黑水下乡了。霍廷州听到消息后，还专程赶去找过他。难道他也重生了？房间一个在3楼，一个在4楼，先交10块钱押金，到时候多退少补。谢谢。霍大哥，就不用麻烦你再帮我开一间了。我和这个姐姐挤一挤就行。挤一挤当然是假的，我只是不想给他们2人独处的机会，顺便试探一下姜思是不是重生了。他跟你不熟，他也没有习惯跟陌生人一起住。这是你的房间钥匙，钱你自己付。另外，大嫂让我来接你，并没有说让我负责你的吃喝拉撒，况且我也没有给陌生人花钱的习惯。我看那个女孩她好像对你有意思啊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已经对你动心了。我去给三叔公打个电话报平安。三叔公，我是廷州。霍小子，这丫头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有，安全到了。她是抱着想和你结婚的想法去琼州岛的，她受了很多委屈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思思受委屈了。她以前很任性，是我们把她宠坏的。你们过日子难免磕碰，你不能给她甩脸子啊！做不到的话，我去琼州岛把她接回来。三叔公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不让任何人欺负思思，包括我自己。从我第一次叫她大小姐开始，她就永远是我大小姐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江同志在吗？门没锁，进来吧。没打扰你吧？有事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着大家以后都在琼州岛，我们多走动走动，以后还有个照应。这是来者不善啊。苏同志，有什么事还是直接说吧。你倒是直接，那我就直接说了。你这次来是来退婚的，还是来结婚的？结婚。结婚？可是我之前听说你不是不结婚吗？还像我们这些小地方穷乡僻壤的，你怎么突然又结婚了？是知道什么事情？知道什么？像是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
不过有件事情呢，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的。像我们霍团长这么年轻就当上团级的干部，往后的日子可长着呢。你要是真心爱他的话，就趁早跟他退婚。而且像我们这个时代，你也知道的，成分的事可是一件大事。哦，就比如你们江家是资本家，对霍大哥影响可是很大的。苏同志，这件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但是，这个时代，我不太听得懂。没什么，你别多想。那个，你先收拾吧，我不打扰了。切，他在装傻，这是真的没听出来，他到底是不是重生了？成分的事儿确实是个问题，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这事儿要跟霍廷舟当面说清楚。霍廷舟，我们谈谈吧。我们家的情况，三叔公应该已经跟你说了。下一批清算名单里有江家，虽然我和我的父亲签了断亲书，他们之后肯定会拿我的身份说事。你先等一下，听我说完。如果我们结婚，那你要做好准备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晋升无望，还会连累到你的爸妈，所以你可以好好想想，如果你不接受，那我们就退婚，好聚好散。你除了担心影响我的晋升，还有别的顾虑吗？我不会做饭，也不爱做家务，结婚后我肯定不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。至于婚后会不会出去工作，我还没想好，差不多就这些吧。你晚上好好想想。如果你只是担心影响我的晋升，我不在意。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也没问题。你的生活不会因为结婚而改变。爸妈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四宝没问题。这军政是两个系统，结了婚你就是军属，他们想动军方的人也没这么容易。而且就算没有这件事情，我短期内也无法晋升，因为我的年纪还不达标。我现在是团级干部，再晋升只能往副师走。副师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，即使军功攒够了，未来5年也不会晋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思思，这结婚报告提交了，再想反悔，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。那我尽快把结婚报告打出来。等我回去了，带你去家属院看看。其实，在你那封电报之前，什么家具啊那些大件，我早就买好了。回去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再换。苏同志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苏同志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不是在3楼吗？你怎么跑4楼来了？而且半夜在我们团长门口干啥呀？哎，苏同志，你衣服扣怎么不系好啊？我衣服崩开了，谢谢何团长提醒。苏同志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找我未婚夫，有事儿吗？我来找霍大哥说一声，我明天一早的班车就要回军区医院报到了。既然霍大哥不在，那麻烦江同志帮我转告一声。团长，我觉得他就没安好心，他的衣服扣子就不是崩开的，我觉得他是在对你耍流氓。好了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先回部队，顺便把结婚报告提交上去。结婚报告？这么说成了？愣着干什么？好的，团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对了，结婚的事儿，你和你家里人说了吗？还没，
那现在去说。喂，哪位啊？妈，是我。小周啊，你好久没有往家里打电话了，你最近好吗？妈，我要结婚了，想告诉你一声。哎呦，小周，你可太让我失望了。咱做人得守本分呐！你和小四都已经订婚了，你干嘛还去勾搭别的小姑娘啊？阿姨，我是江四。哎呦，四丫头，你在琼州岛啊？昨天刚到的。我和婷州打算结婚了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这一部分是工资，这另外一部分是去别的学校给学员上课的福利津贴，还有一部分是我这几年出任务上面给的奖励。难怪呢，这么多年，你一共只回去探亲过2次，这是他拿命攒下来的钱。以后这种高风险任务你就不要接了，咱们2个手里的钱加起来够过好几辈子了。好，听你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帅哥笑一笑，再多笑一点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再往女同志那边靠一靠。哎，挺好，男的帅，女的俊，不要紧张啊！你记住，坐在你身边的是你的爱人，不是你的敌人。来，笑，微笑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还不错嘛。那雙眼動人，笑聲更迷人，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。这身材也太好了吧！像昨先回队里报告，晚点回来。去吧。他这是害羞了？灵泉水能强身健体，对暗疾旧伤也有修复之效，这是空间里最值钱的东西。渣爹攒20年的家底，现在全进了我的空间，光这一箱够普通人活好几辈子。主任，我的结婚报告什么时候批？你小子
订婚这么长时间了不着急，现在开始着急了。急？我知道，你的未婚妻是一个资本家的小姐，现在外面的情况你应该清楚。他们虽然动不了军人家属，但是你这个婚要是结了，对你以后肯定有影响。这些你都考虑好了吗？主任，您说的我都明白。不过既然我考虑清楚了，不管什么后果，我都承受。好小子，你都威胁到老子我身上了。得了，你们抽空赶紧去做个结婚体检，结婚报告我会给你批。谢谢了，曹主任。走吧。团长，首发室收到了嫂子的包裹，是国安部寄的，还有一张汇款单，现在收发室都传开了。你来的路上就跟国安部打过交道了？汽车上的事，顺手帮了他们一个忙。怎么回事？今天在汽车上是不是有人跟你发生口角了？没错，有。那个人有问题，你能描述一下他长什么样吗？两位稍等，我画给你们。啊，好。开门，师傅，我要下车。同志，你踢到我箱子了。路这么窄，碍事。碍事也要道歉啊！嘿，哪里来的小姑娘，不管闲事。哎，哥，出门在外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左肩比右肩低，走路外八，鞋底带着红泥，这人不对劲。同志，感谢您的帮助，抓到人，组织上不会忘记您的。谢谢。你没有参与行动吧？没有，我就是顺便帮他们画了幅画。他这是心疼还是嫌我多事？哎呀，霍团长，我们刚才在外边听到广播了啊，你这未婚妻可不得了，国安部的给你寄包裹了。是啊，我们家属院住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着镇长。这位是胡干事，这是他的爱人徐明娟，都是邻居。胡干事，徐嫂子，初次见面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什么关照不关照的，都是自己人，有事儿尽管说。好，嫂子，你等我一下。嫂子，初次见面，这个你拿着，别跟我客气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有一盘雪花膏啊，供销社早就断货了。回头啊，有什么需要的，直接跟嫂子说。你放心吧，嫂子，我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找你们帮忙，我肯定不客气。来，走，咱们出去转转，让他们男人在这说话，咱们呀不稀罕。江同志，听说你和霍大哥要成婚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，这是我刚买的布料，你拿去做裙子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军属收受他人财物，按规定要上报处理，只要他收下，我就去纪律委员会举报，到时候我廷州跟着被牵连，这婚结不结得成，就有说了。东西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我们结婚没打算白酒，而且也不打算收礼，就算要收，也是你姐和你姐夫还礼。嫂子，你就收下吧。你松手。嫂子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那天真的是一个意外，我就是和霍大哥斗皮，今天来我也是诚心跟你道歉，你就收下吧。到底是不是意外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而且我已经说了，这个礼我不收。苏同志还要强给我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我也想知道。苏同志，你身为军职人员，难道入伍时没有仔细阅读过条款条例吗？霍大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苏同志，现在是在部队，麻烦你以后称呼我为霍团长。另外，我没有妹妹，今天的事情写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，
明天交到军区纪律委员监察处。手还疼吗？啊，不，疼，还有点疼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收发室通知我们去取包裹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走。哇！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你借了一张自行车票，一会儿胡团长他们来，你先把自行车票还给人家。可，这不是你获得的荣耀吗？我的荣耀有这个就够啦。好，我要去做饭，好了叫你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大家以后可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。来，今日咱们以水代酒。首先啊，热烈欢迎弟妹的到来。其次呢，祝你们两口子以后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生活甜甜蜜蜜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以后一定会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，你累了一天了，先泡个脚，一会儿睡觉多舒服啊。不就收拾了一下衣服吗？有啥累的？但眼前这个男人既然心疼我，就试着接受他的心意吧。我来帮你开。胡团长找你有什么事啊？雷达团的2个副营长干部最近在办离职手续，等手续通过之后，他们的家属也会跟着回原籍，到时候会空出2个工作岗位，想着问问你要不要上班。那你是怎么回他的？我就直接跟他说，暂时不考虑上班。这个时代还没实行双休制，1周连续工作6天，稍有偏差就容易被定性为政治错误，想想都恐怖。哎，徐嫂子他们来为什么没有带孩子啊？他们没有孩子。啊？怎么会？难道是有什么隐情？徐嫂子跟她婆婆发生了口角，被推下了楼梯，6个月大的双胞胎，说没就没，而且徐嫂子还大出血，命是被抢回来了，但是医生说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唉，自古婆媳难相处啊。放心，我们家啊就不会这样，而且我们家人都很喜欢你的。来，我帮你擦脚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接你。好。很难想象，他这么正经的人，那新婚之夜，他要是不主动，不会要我霸王硬上弓吧？一会儿进去，千万别紧张。如果先出来，就在这儿坐着等我，我可能会晚一点。对了，这包里面给你放了吃的，还有水壶。我知道了，你快进去吧。等多久了？包里的东西吃了吗？没多久。霍团长，你媳妇儿可太瘦了，回去好好补补。好，谢谢蒋医生，我们回去一定多补补。后天早上记得来拿报告。
尝尝，看看甜度够不够。你别光给我夹呀，你也吃啊，真的很好吃。只要你喜欢吃，以后我在家天天给你做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时间的话，能不能教我做饭？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要是他们说什么坏话，你就往我身上推就行。不是，那你以后出任务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我是让和平给我送饭，还是天天去食堂吃啊？这时间久了，大院里的人肯定觉得我太懒了，肯定会传出闲话的。我自己有空间一键煮饭的功能，等你走了就可以用。趁现在先学会做饭，到时候才有理由把空间里的东西拿出来用。我去开门。老人家，请问你找谁？思思，这位是军区医院的梁医生，你叫他梁老就行了。梁老，你好，来，里边请。难道是体检报告出了问题？但是最近我给霍廷舟喂了很多灵泉水，对暗疾陈年旧伤有修复作用，难道是效果太逆天？还是有人动了手脚？梁老，是不是我的婚检报告出了什么问题？你的身体啊，各项检测数据啊，都挺好，就是精子活度有点低，别的倒没什么影响，只是以后你们的子女缘会浅一些，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啊。即便将来能怀孕，随着月份的增大，也可能会自然流产。只想在一起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原书中，霍廷舟是执行秘密任务，遭核辐射感染才不孕不育的。可他现在还没参加那次任务，不是现在。那么是谁篡改了梁老手里的数据？难道是苏文？回头我给你开点中药，你好好的调理一下，情况会有所改善。梁老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这个检测报告是谁做的？其中他经历了几个医生？我亲自做的，中间没有任何人经手。那化验室呢？化验室其他人能进吗？化验室在3楼，平时没经我的允许，一般人进不去，钥匙在我身上。梁老，我想请您帮我个忙，可不可以给他重新做一次检测？小丫头，你是不是担心这结果不准确？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明说这件事就是苏婉婉做的，如果能把人引出来最好，如果不行，重新检验也能还霍廷舟一个清白。不是的，我是怕有人从中作梗。我的想法是，我们对外放出消息，说他的检测样本出了问题，需要重新检测，看看有没有人坐不住。行，小丫头，按你说的办。谢谢梁老。这位，丽华姐，你今天忙不忙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不忙。丽华，梁医生叫你。哎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那个梁医生，他发生什么了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昨天检测的样本出了点问题，今天重新检查一下。那你先去吧。好嘞，好嘞，你忙。重新检测？难道梁医生发现什么问题了？听说霍团长要结婚了。对呀，昨天还在诊室见着了，长得好看，看着就不像普通人家的。婚检这条路堵死了，那就换一条。谣言这个东西传得最快，不用1天，全家属院都能知道。他当然不普通了，人家家里以前是护氏的大资本家，不过现在很快就要被清算了。资本家？
这成分，哎，我也是听说的。你们俩别给我到处乱说啊！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都这个时候了，霍团长他到底怎么想的？不知道。真让那丫头猜对了，这次我全程亲自操作，结果一切正常。你怎么这么笃定？我的检测报告出了问题呢？因为我觉得你不像不行。臭小子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脸红什么？梁老，那我媳妇儿的检查结果有没有人动过？放心，她的结果一切正常。而且你这媳妇儿啊，她是容易受孕的体质，很罕见的。你小子走运，不过你现在的身体检查一切正常。你们现在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受孕，而是如何避孕。梁老，除了那天你给我的那个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避孕？有。结扎。哈？报告，我们已经询问过孙丽华本人，他说上回是苏婉婉帮忙送的样本，还在苏婉婉宿舍搜到了不明物品。苏婉婉，你打算怎样处理？自从军区成立以后，这可是头一次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。但是你要考虑到，她毕竟是你大嫂的妹妹。不用考虑这些，保卫科掌握的证词，直接上交军区。对了，苏婉婉的事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像他这种情况，军区一般会先开除军籍，调查清楚之后判个3、5年的劳改。如果还有其他的犯罪情况，判个10年也是有可能的。这女人胆子还真是大呀！现役军人的病历，她还敢动手动脚，简直是昏逆。她这个人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给妈打个电话，让她最近多注意点，大嫂可不好惹。我知道了。思思，等结婚报告下来之后，咱们立马去领证，好吗？我听你的。苏婉婉同志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我要见曹主任。放肆！这里是保卫科，有什么话跟我说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，麻烦你转告曹主任，他一定会来的。等着。说。江同志的父亲沈修文早年和境外势力有所联系，涉嫌通敌叛国。不仅如此，他现在还在偷偷变卖家产，准备带家人偷渡去湘江。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？我从京市出发的时候听到的，具体的事情我已经写在这个信里了，还望你们查一查。我知道了。上辈子的沈修文就是这么干的，这辈子不可能有变化。只要这件事发生了，江四的成分问题就彻底坐实。这桩婚事，就算霍廷钊再坚持，组织上也不可能同意。对了，你给妈打电话说了吗？妈说了，她会处理，让我们放心。妈还给你寄了好吃的。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，这个婚你是不是确定要结？哪怕是背了处分也要结。曹主任，不管你问我多少遍，我还是那个答案。这个婚我结定了。现在是8点50分，我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，抓紧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回来。你去政治部报到。
是。思思，我们终于结婚了。以后我就是霍太太了。我原先以为霍团长家的媳妇儿最多就是家庭条件好一些，没想到他家的成分竟然这么复杂。还好没多和他接触，要不然影响了自家男人的前途，那可走吧，就亏大了。别理他们。啊，要说霍团长也是糊涂，像他这样的条件，什么样的媳妇儿找不到，偏偏找个这种成分的。苏婉婉胆子也太大了，篡改现役军人婚检报告，这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呀。不过苏婉婉提到的一点，说姜四同志家庭条件复杂，这一条我们不得不查。我倒觉得姜同志的觉悟没有任何问题，不然国安部也不可能给他邮寄包裹和汇款单。老曹，什么情况？你详细说说。是这样，师长，前几天国安部给小姜同志邮寄了一个包裹和汇了1000元。如果没有立功的情况下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奖励呢？看来小姜同志确实是帮了国安部的大忙啊。回头联系一下国安部的同志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。报告各位首长，霍团长和姜同志已经到了。让他们进来。媳妇儿，师长他只是说话嗓门大，一会儿进去实话实说就行了。报告首长。姜同志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请你不要紧张，一五一十的回答我。苏同志已经主动交代，他之所以动了霍团长的婚检报告，就是为了要破坏你们2个人的婚姻，而且他还说，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怕你的家庭成分影响到小霍同志。抱歉，这个理由我不能接受。如果他真的担心，大可以上报军区，或者是联系霍家的长辈，而不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婚姻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我真的成分有问题，那也不是他篡改我爱人体检报告的理由。另外，苏婉婉提供了一封举报信。我听说你的父亲沈修文涉嫌通敌叛国，已经变卖了所有的家产，准备偷渡湘江。这件事儿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苏同志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但据我所知，他们想要去湘江，根本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沈修文已经被红委会抓获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来。哼，姜四他撒谎。政委，你们别信他，姜四就是在撒谎。上辈子他们姜家就是这样放出假消息，然后悄无声息的逃走了。不信我，难道信你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人？这是我们辖区负责这件案子的副局长的电话，他一直负责我们的案子，就在这里，一打就知道了。另外，各位领导，如果我所说的情况都属实，那苏同志他恶意诋毁、举报、污蔑军属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这是自然。你好，我是琼州岛政治部的曹主任，姜家的事情需要跟您核实一下。哦，姜家小姑娘挺可怜的，亲妈走着走，她爸和后妈还想算计她。师长，情况属实。苏婉婉同志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就算他们家全家坐牢，东西也被收走了，他们家是沪市那么大的资本家，怎么可能就这一点家产？他们绝对私藏了。你问为什么我们姜家只剩这么一点资产？好，我告诉你。
各位领导请看，46年豫省闹饥荒，江家联合华阳义政会捐赠了20万斤大米、10万斤面粉。47年蒙省闹雪灾，江家捐赠了15万斤粮食，还有御寒大衣3000件。50年到54年，5年的期间，江家联合护士工商会累计捐赠飞机140架，大炮700多门。我们江家是资本家没错，但是这些年我们没有只顾着自己享乐。领导们都说了，我的爷爷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，我们江家是红色资本家，而你凭什么诋毁我，诋毁我们江家？各位领导，我说的所有话都属实，我愿意接受上级的调查，但苏同志他3番5次的污蔑我，污蔑我们江家是通敌卖国的贼，还篡改我爱人的婚检报告。这个事情我希望领导们能给我一个交代。江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。另外，我还有2件事不太明白。江同志，你说。第一，苏同志是从何知道的我们江家要跑路的消息？第二，最近军区一直接到匿名的举报电话，是否与苏同志有关？他是疯了吗？他现在的行为跟上一世完全不一样，他肯定和我一样也重生了，寸逼我，他难道不怕说出重生的实话？看来苏婉婉看懂了什么，不过也不想了想，这什么年代，怪力乱神的话他敢说，别人敢信吗？何况谁愿意去相信一个名声狼藉？杨同志，这件事儿你确实是受委屈了，请你放心，最迟2天，军区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谢谢领导，给各位领导添麻烦了。罗远，把人给我带走。是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给我带下去！放开我！我听着，你以为姜思他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他为什么来崇州岛？因为他走投无路了。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他就是在利用你。还有你姜思，你凭什么来崇州岛？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开姜思，我跟你拼了！原则上我不打你，但是姜四在原则之上。赶紧把人给我带下去！是，老实点。报告首长，我媳妇儿受了惊吓，我先带她回去。明天早上检讨书会准时上交。走走走，净给我添麻烦。听着，媳妇儿，你不用担心，苏婉婉在床上躺几天就会好，而我也不会挨处分，最多写个检讨书。他说了那么多，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你能第一时间来找我，这就已经够了。我们已经领了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合法夫妻。如果我身上有什么值得媳妇儿借力的东西，我只会高兴。更何况我媳妇儿对我好不好，我能不知道？原本还想借这个机会跟他好好谈谈，霍廷舟好像自己把自己哄好了，自我攻略挺熟练的，好像也没这个必要了。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吃点饭吧，吃完饭我就回宿舍把东西搬回来。我们都已经领了证了，如果不住在一起，到时候又该传出来闲话了。好。嫂子，喜糖。四妹子，家属院那些流言你不用放在心上，那些人呀，也就敢在私底下嘀咕，等过2天新鲜劲儿一过呀，也就没人记得了。没事儿，嫂子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姚师长那边，奇怪，今天怎么这个时间点还有节目呢？革命家属院全体同志请注意，下面播送市党委的一则特别通知。根据最新指示精神，现就正确区分民族阶级与买办阶级做如下说明。红色资本家作为爱国民族资本阶级代表，广播是为我来的。经查证，本家属院姜四同志的家族自1938年以来一直积极支持我党工作。姜四同志的家族实现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，让我们向姜四同志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。天哪，20万斤大米，好像还有好多飞机和大炮，数字没听清。飞机有140多架，大炮有700多门。不过这是所有爱心人士齐心协力的结果，不是光是我们姜家。
回来啦。苏婉婉的处理结果下来了，她的行为被定义为破坏军队秩序的反革命行为，再加上诬告陷害军属、渎职，数罪并罚，被判了18年的有期徒刑。苏婉婉的父亲也因为散布谣言被带进了大牢。别想这些晦气的事，送你的，就当是搬进来的乔迁礼物吧。谢谢。我知道了。婉婉18年，这丫头可真不让人省心啊！这下好了，自己栽进去了。婷涛，婉婉是我妹妹。是你妹妹又怎么样？蠢就是蠢。你也听到你爸那边的消息了，他被卫兵抓走了，真他娘丢人啊！婷涛，婷涛，这件事我家二弟难辞其咎，你要替我还有婉婉讨一个公道。滚开啊！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媳妇儿，我们临时通知说要出任务。那出发时间定了吗？立即出发。这么急，大概要去多久啊？也不确定，快的话可能1个月。书中顾廷舟这个任务时间原本是下个月，是因为我的出现改变了剧情，但愿别出什么问题。对不起，媳妇儿。夫妻同体，别说对不起。你是军人，保卫国家是你的首要任务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，不用担心。媳妇儿，真的，我在这里挺好的呀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怎么可能不担心呢？这岛上偶尔停电，防偷柜里我放了火柴，还有蜡烛，还有这床底下还有捕鼠夹，你小心别踩到了。火柴的旁边还有蚊香。你个呆子！好啦，你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自己，快出发吧，别让他们等太久。媳妇儿，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别哭了，孩子已经没了，再哭也没有什么用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讨个公道。你好好休养，咱们还会有新的孩子。讨什么公道？这事儿要怪就怪霍廷舟夫妇，尤其是那个姜四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他一定会给咱们一个交代，爸妈也会给咱们补偿。真是疯了！咱们离婚吧。这是军区给你的奖励，你帮国安部抓住特务的事，我们已经详细了解过了，这是你应得的荣誉，不许推辞啊！曹主任，您就别夸了，都是领导教导的好。更何况我的丈夫是军人，军人军嫂本就是一体的。丈夫在前线保家卫国，我呢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江同志，您能不能说一说当时公安找到你，你是怎么配合的呢？江同志放心，我们会对相关细节做特殊的处理，保证不会泄露任何细节。我只是因为见过这个人，顺手呢画了一幅画，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了公安部的同志们，我也没帮什么忙。当时能配合公安，您有没有犹豫呢？这问题不好回答，一不小心容易掉进坑里。当时没有时间犹豫，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，而且我认为身为华夏的儿女，大家都会这么做。思思，妈，哎呦宝贝儿呀，快坐坐坐。妈，
你累坏了吧？不累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思思啊，前几天呀，我给小周打电话，才知道呀，他又出任务去了。我这呀，刚好微文演出结束了，有10天的假，我就想着呀，顺道过来看看你。哎，哦对，来，这个给你。妈，这里边呀有礼金，还有安家费，你拿着它呀去买一些3转1响，还有家具。谢谢妈。哎呦，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呀？哦对，我跟你说呀，今年回家呀，咱们得要分家了。之前呀，我们实在是亏欠小周太多，这次呀，我们一定好好的补偿你们。嫂子，霍家有人来电话了。和平，你就直说，谁打来的？团长离开之前交代我说，除了霍家的长辈和三叔公那边，其他的电话都先接到我们那儿。但是对方称说是霍家大哥，说这都是嫂子欠他的，态度不是很好。估计啊是想替苏家求情。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是他们的不对，他们还来找人，不用给他们脸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和平，你先去忙吧。如果他们再打电话的话，你也不用放在心上，直接挂掉就好。好嘞，嫂子，我知道了。思思呀，你大哥的话呀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等我今年回去啊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。妈，我不委屈，我给大哥打电话。我是江四，你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弟妹，好大的架子呀！有话直说，如果是想替苏家求情的话，我看你还是省省吧。弟妹，你真要把事情做这么绝？那是我丈家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婉婉已经得到惩罚了，你能不能看在我和你大嫂的面子上，放过苏家？婉婉也没把你们怎么样啊。大哥，你说话还真轻松啊。他是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他就没有害人吗？而且你应该庆幸他没有成功。如果他成功了，以廷州的脾气，他的下场只会更惨。还有，他处处针对我的时候，他有想过我是霍家的儿媳吗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还有，大哥，你是霍家的长房，连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。明明是你们岳家人犯错，你却不归属他们，反而倒打一耙，你真是太不要脸了。好，弟妹，我说不过你。哼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3天之内把我丈人爹弄出来，这是你们2口子欠我们的。要不是你们得理不饶人，你嫂子也不会过度忧伤导致流产。苏珊珊流产了？弟妹，你但凡要是有点良心，就不会闹了。你现在要是再闹，我就跟爸妈实话实说。到时你可千万别怪我，无故兄弟手足之情。来，我听着呢，你说。妈，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么缺德的儿子。孩子掉了，你上嘴皮下嘴皮一碰，就把这么大的锅甩到廷州他们2口子头上。你当你爸你妈都是瞎子啊？啊，我们不分辨黑白吗？我呸！你都忘了，当初你怀孕，她就已经是胎相不正，你不找找自己的原因，你还赖上别人了。妈，思思啊，你大哥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妈，我不委屈。思思啊，这次妈回来呀，第一是想看看你，这第二个呢，其实……妈，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回老宅住一段时间？哎呦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妈呀就直说了。你看，小周啊，他出任务去了，等完成任务之后呀，他还得去京市去述职，还有表彰会，加起来呀，得到这个月底了。妈的意思呀，是你先跟妈回去，廷州回来，你们还能在家住上半个月，利用这个时间呀，你们走走亲，串串门，也认识认识这些亲戚。今年过年呀，你们也是第1年，你和廷州呀
可以跟你一起去沪市过年啊。妈，你真的舍得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呀？妈呀，只要你们小两口高兴开心，在哪过年都是一样的嘛。好，都听妈的。正好借此机会去查查廷州儿时走失的真相。表嫂，看这人的眉眼，应该是祸妇的表亲。这就是老二家的媳妇儿吧？长得真水灵。老二挑媳妇的眼光真是好啊！要是廷涛能找到这样家世的媳妇儿，何愁爬不上处长位置？就连霍家的一切也用不着他费力去谋划。思思啊，这个是你小姑奶奶家的女儿。表姑好。哎，好。表嫂，小两口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到时候我一定过来喝喜酒，热闹一下。有好消息自然会通知你。你倒是3天2头，老请假过来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这不是好久没过来看你和表嫂了吗？我跟你表嫂好着呢，你看也看了，可以走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回去。我跟廷涛保证了，他的事包在我身上。我要走了的话，廷涛在分家的时候肯定是要吃大亏的。他毕竟是我养过几年的孩子，我不能让他受这个委屈。表嫂，我听说你要给2个孩子分家是吗？对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们几年前都商量过了，等家里的孩子呀都结婚成家了，就分家。大嫂，孩子们现在正需要报复的时候，现在你把他们赶出去，这不是在伤他们的心吗？还有廷涛，岳家出了事儿，哎，以后想生都生不了了。珊珊现在跟他闹离婚，你们不能不管他。你要分家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廷涛他必须留在老宅。他毕竟是霍家的长子，这点体面你要给他。别忘了，霍家是欠我的。分家怎么能轮得到表姑插嘴呢？看妈的样子，这里头一定有隐情。这件事儿我们再商量商量，你先走吧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老宅这件事儿啊，肯定不会答应他的。爸妈，表姑刚刚说的是表姑的意思，还是大哥的呢？廷涛这个人吧，他是不会上门来低头的，但是他会借别人的嘴说出来的。这个事情总归还是要解决的。爸，表姑她是怎么回事啊？她对妈态度那么差，但妈似乎不太在意。小周大哥出生时正逢内忧外患，我和你妈都很忙，老大当时才1个半月不到，我和你妈就托付了你的表姑和表姑父。等我回到京时，老大已经7岁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表姑养了大哥7年，跟亲生没两样，难怪偏疼大哥。那他说霍家欠他的是什么意思？当时你表姑带着2个孩子东躲西藏，吃了不少苦。有一次赶上突袭，他们跑得没来得及，把自己的孩子弄丢了。那孩子只比廷涛小2个月，是杨家的独苗啊！你表姑生了3个，都是闺女，她婆家没少给她气受。我们也是想办法弥补她。好在你表姑父有情有义，没有埋怨，对你大哥也视如己出。原来是这样，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横在2家之上，难怪妈在表姑前挨一头。大嫂，你怎么不听劝呢？哎呀，你说的没有什么道理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表姑，表姑，我妈不同意分家，说到底这事儿都怪你，我妈才不同意分呢。关我什么事儿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们霍家分家，你一个姓董的在这指手画脚，和你们杨家、董家有什么关系啊？轮得到你来替大房出头？廷涛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表姑，你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大哥是你的亲儿子。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养了他7年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大嫂，如果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儿子不会丢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希望把你们那份给廷涛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
表姑，你口口声声说霍家欠你的，这些年你欠霍家的还少吗？从小霍家养着你，供你读书，给你工作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你懂得感恩吗？如果你真的懂得感恩，就不会老说这些话，戳人家肺管子了。而且你嘴上老说你恨霍家，如果你要真的恨的话，大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啊。嘴上说着怨恨，赔偿倒是一点没少。你胡说八道！够了，嫌丢人不够吗？跟我回家，不要走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妈，那个人是谁啊？那个呀，他是你表姑父。这个人怎么和大哥如此相像？眉间的弧度，鼻梁的走向，下颚的轮廓，这不是普通的相似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那当年霍延州被拐卖，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。爸妈啊，你们看看这个人，眼熟吗？这不是你的表姑父杨志奇吗？像。你们为什么是这个表情？前几年呀，你表姑父他出了点意外，脸上呢受了伤，右脸呀有一条长的疤痕。从那之后啊，他就再也不见生人了。今天要不是你画了他的画像啊，我们真的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。哎，思思，你为什么想起来画他呢？爸，你昨天不是说表姑家生了3个姑娘吗？我根据他们夫妻俩的面貌特征，还有遗传学，推测出来了3个女孩的长相。你们看一下，画得像吗？哎，这不是你表姑家的老二吗？妈，爸，你们再看看。哎，这不就是廷涛小时候的模样吗？爸妈，我根据他们夫妻俩的面貌特征，推测了一下当年走失的孩子的面貌长相，结果画出来是他。你是说，当年丢的可能是我们的孩子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去，我得问问他，他把我们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？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哪儿？妈，您先冷静一点。我觉得表姑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可是他真的很疼廷涛，他疼廷涛比疼他3个闺女还亲呢。爸妈，表姑的脾气秉性你们比我更清楚，不然也不会为了分家的事情上门来闹。如果她知情的话，也不会那么平静。儿媳妇说的对，丽华没有这个脑子，我想这是杨家搞的鬼。他真是记恨上咱们了。当年他替他弟弟顶罪，你开除了他的军籍。如果这事儿啊真是他干的，那一定是在丽华坐月子的时候，他把2个孩子给调包了。思思，要不是你提醒我们，我们霍家还不知道被他们鸠占鹊巢多久呢。老二娶到你啊，是他的福气，也是我们霍家的福气。妈，一家人说谢谢就太客气了。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把它查清楚。你钱够吗？给我打电话，如果够的话，我就多说一些。钱够，时间也够，不够的话，老萧也在，他身上的钱带了不少，可以先借过来应急。家里的事儿，爷爷应该都跟你说了吧？爷爷跟我说了，得知大哥可能不是我的亲大哥，我心里没有太大感觉，只是心疼爸妈。不过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，爸妈没我们想象的脆弱。昨天我还看到爸拿了很多救济院的资料，我猜他们应该是发现了什么。对了，媳妇儿，分家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打算在琼州岛待一辈子啊？我下一次升职应该会调去别的军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可能是京市的总军区。还有这种事儿啊？
雄州岛没有机场，之前去其他的军校授课，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得5到7天。那你怎么没调回来啊？是我自己不同意。如果那个时候同意调走的话，爸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。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如果当时我调回京师，长辈们就会将亲事提上议程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想勉强你。哦，对了，媳妇儿，你还没说你的想法呢。我和你的想法一样，这些钱爸妈要给的话我们就收着，不给的话我也不争。哦，那就行。媳妇儿，我已经全部记起来了。带我出去的，果然是他。霍廷舟，你去催眠了？他居然去催眠，回忆以前的事，该有多痛苦。霍廷舟，我在。你记住，有的人的日子呢是先苦后甜，有的人是先甜后苦。这辈子的苦我们已经吃得够多了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平安顺心。媳妇儿，还得麻烦你帮我画一下他的肖像。这人手上沾染的人命太多，光是和我一批同样被拐的妇女儿童就有几10个。如果不能将他捉拿归案，我心难安。不麻烦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但你要记住啊，你一会儿要描述的详细一点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描述，你就说这个人的眼睛像谁，是比这个人大还是比这个人小，五官什么的也都按这个方法来。报告，进来。找到大少爷当年的出生档案了。右脚的脚踝处有一个红色的胎记。胎记？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姓杨，这么巧？去，立刻给我查这个叫杨娜的接生员和杨志奇的关系。是。喂，媳妇儿，你还记不记得老大右脚踝有一个红色胎记？对呀，只是后来长大了就没再注意过。你的意思是？今天把他约过来吃个饭，想办法看一看他的右脚踝有没有这个红色胎记。说。报告司令，查到了，这个杨娜和杨志奇是远房亲戚。你召集一队人马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带过来，不要对任何人声张这事儿，我亲自审问。你被拐卖之前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吗？6岁之前的事儿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媳妇儿，你是觉得哪儿不对劲了吗？我怀疑你被拐卖不是拍花子，而是熟人作案，而这个人就是你表姑父。但他一个人是很难完成作案的，所以应该有帮手，而这个帮手就是你大哥，准确的说是他的儿子杨廷涛。可他那个时候才9岁啊！9岁怎么了？有些人天生就是坏种。而且你还没发现吗？这件事情最蹊跷的就是你被拐卖当天，他是和你一起出的门。不过现在事情过了这么多年，想要找到证据可是很难的，算是便宜他们了。便宜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便宜的事。你的潜意识已经慢慢打开，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6岁半那年的某个午后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一个小孩趴在桌边练字，是我的宣纸，但是墨水被打翻了，黑乎乎的一片。谁打翻了？他说了什么？是廷涛，他一脸惊恐地抓着我的手，请别告诉爸爸妈妈。他说他们知道了会把他赶走，我答应了他。后来呢？你们去了哪里？后来他带我出门了，他说请我吃最爱的红豆冰棍。我一直走，一直走，
可是这根本不是去副食店的路。我问他你要带我去哪儿，他说我们去前面买莲花画。他带你去了哪里？街角，一个我不认识的街角。他说让我站在这里等他回来，他很快就会来找我。我信了，我在那里一直等，一直等。那他呢？有回来吗？没有。妈，这么晚叫我回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就是问问你和你媳妇儿那事儿，你们俩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呀，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啊？你提这事儿干嘛？这婚已经离了，你现在提这事儿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大哥，消消气，喝点热水润润嗓子啊！烫死我！张四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害我跟我老婆离的婚，现在要烫死我呀！对不起，大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肯定就是故意的，这个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，真他娘的晦气！妈，我先走了。思思，看清楚了吗？没有。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是毕竟他在我身边待了20年，我们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妈，你……思思，你放心，妈这次呀绝不心软。这个占了我儿子位置的人，在我的身边享受了20年，可我的儿子，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受苦呢。我不能哭，我一定得把我的儿子，我的亲儿子给找回来呀！大哥大嫂，这么晚把我们叫过来，是分家的方案定下来了吗？别怪我这表妹多嘴啊！廷涛是傅家的长子，他理应就该多分。今晚咱们就把字签了吧。签字可以，杨知县，这儿有一份杨娜的口供，要不念给你听听？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杨娜是谁？我不认识她。是啊，大哥，分家的事儿提个外人干什么？还不承认？当初在产房，你收买了接生员杨娜，亲手把自己的亲儿子换成了我家。志奇，大哥说什么？换孩子？咱们的孩子不是在车站早就丢了吗？是，孩子没有丢，是我在你的眼皮底下把我的种换成了你的种。你怎么这样？廷涛可是我们的亲骨肉啊！你让他认罪作父20年，你连我都不骗！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霍司令，你还记得杨志刚吗？他是我的亲弟弟，就因为犯了点小错，你因为彰显你的大公无私，断送了他的前程，害得他在乡下郁郁而终，而你们在城里吃香的喝辣，有谁管过他的死活？那是你弟弟咎由自取。既然你让我家破人亡，我就让你断子绝孙。我要把你霍家的一切亲手送到我儿子的手上，看着你们把仇人的儿子养了20年，我这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。畜生，你真是个畜生！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了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活。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。再动一下试试。当年要不是你小子命大，你以为你能活着回来？闭嘴！偏不闭嘴！老子当年把你卖给开花子的时候，就没想着让你活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要不是江家救了你，你早不知道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过着跟狗抢食的生活了。畜生！你就是个畜生！霍司令，我要让你的2个儿子沦落在外，让你也尝尝断子绝孙的滋味。你帮我养了20年的种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姓杨的，你到底把我大哥卖哪儿去了？呸！想知道他去了哪儿？别做梦了，我带进棺材也不会告诉你。是吗？你别忘了，你的亲儿子霍廷涛现在还在外面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明天我就把他送往边境，让他也尝尝跟狗抢食的日子。你不能这么对他，他是无辜的。无不无辜，
全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听州，我求求你放了他吧，他是无辜的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求求你了，我坦白让我去坐牢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你放了他，让我去死也行。表嫂，其实听州当年被弄走的时候，我全都知道。你说什么？原来这件事你早就知道。当年我的孩子也被拐丢了，我简直是崩溃了。但是我看到你过着幸福的日子，我恨不得像个刀绞一样。凭什么我的孩子丢了，你却过着幸福的日子？我也让你尝尝失去孩子的滋味。所以他当年把孩子抱走的时候，我是知道的。你这个来钱刀的，你的儿子丢了，你就来抢我的儿子，把我的儿子给换走了，你还我儿子！杨志奇，你还不赶快坦白从宽，要不咱们儿子就要去死了！你快说呀！我说，在城南的陈家，现在叫陈远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出去。厅长，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，放过他吧！没事啊，好了。别害怕，我在。是不是吓坏了？我不怕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事儿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事情忙完之后，我就想赶紧回来见你。老天眷顾，幸好赶上了。思思，妈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和你们江家呀，这辈子恐怕我这2个儿子都找不回来。妈，既然已经知道大哥在哪儿了，我们明天就去找大哥。明天去看看你大哥，千万要有耐心。这些年他受了很多苦，心里难免有疙瘩，你都顺着他点儿，别吓着他。爸妈，等我们找到大哥，大哥看到有这么一个温柔贤惠的弟妹，他肯定会觉得咱们家很温馨的。就你嘴甜。妈，听着，思思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妈，找到了，大哥确实在陈家，不过他现在在南方当兵。大哥人很优秀，我已经跟他的部队联系上了，他会尽快请假赶回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呐！听着，思思，妈有个想法，你大哥这些年在外面受了不少的苦，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。我想着，等你大哥回来了，从咱们的家产里多分几分给他，也算是妈对他的一点补偿。你们说行吗？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只要大哥能回来，比什么都强。是啊，妈，你看，庭州现在有工作，我也什么都不缺，但大哥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，多给他分点是应该的。哎，妈，你们刚刚在说补偿什么？我听说表姑和表姑父被卫兵抓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二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你可要小心着点儿。他们被抓，是因为他们拐卖儿童。开玩笑的吧？表姑表姑父图什么呀？图什么？图的是让你这个表姑父的亲儿子名正言顺的顶替霍家，霸占霍家的家产。老二，你疯了吗？我可是你大哥，你为了把我赶走，真是什么谎话都能编得出来。妈，你说话呀！老二又在胡说八道，你删他呀！他说的不是真的，他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了，昨天晚上杨志奇的全都招了。你们肯定是联起伙来要骗我，就是不想分给我家产，然后编这种鬼话来羞辱我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以去牢里面问问你的亲生父母。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，你们就是不想分给我家产。妈，你就是偏心老二。自从他娶了江四这个资本家以后，你的眼里只有他，哪里还有我呀？他们2口子不仅害得我离婚，现在还要把我赶出家门，你就没有一丝心疼吗？就算我不是亲生的，那这20年的感情，20年的感情，
难道全都是假的吗？霍廷涛，别骗人了！你离婚是你咎由自取，我们已经去医院问过了，你媳妇儿流产是因为你推搡动粗导致的，还有脸赖到别人头上。那都是意外。意外？那庭州走失也是意外吗？杨志奇把他带走的时候，你敢确定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才9岁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？是吗？你记不清楚了，可我却全记起来了。我想起那天下午你打翻了砚台，求我替你顶罪。我想起你为了感谢我，带我去街角买连环画。我在那个巷口一直等，可等来的却是一个装人的麻袋。霍廷涛，这么多年，你过得这么心安吗？对，是我干的，全都是我干的。爸妈自从有了你，心里全都是你，哪里还有我呀？他之前答应过我，他把你带走几天，爸妈的眼里可全都是我了。你混蛋！那时候你才9岁，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的狠呢？我那时候还小，我真的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啊！你别叫我爸！看在我们这20多年的份上，走丢的事我不保管计较了。你现在立马给我收拾东西，滚出我们霍家！从今往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！妈，我求你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你不要赶我走，妈。思思，汀州，这个呀是咱们霍家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。至于之前别人霸占咱家的那一份啊，我和你爸呀也拿回来了。至于你亲大哥那份啊，我已经帮他存上了，剩下的呢都在这儿。妈，这太贵重了，而且你和爸之后还要生活呢。我和庭州在海岛是有津贴的。哎呀，不光这些，以后啊，我和你爸的工资都交到你们手上。除了家里的开支啊，反正这个家呀，以后都要交给你们的。现在呀，就当是提前替我们管理这个家。思思，你这是……妈，这个钱我不能私占，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。我们建立一个霍家教育基金。教育基金？就是以后凡是我们霍家的孩子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想工作升学，或者是想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闯出一番小天地，都可以来我们这里领取这个奖学金。虽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但是要说一个家族要想长青，不能只看一方富贵，还是要看子孙后代。而且妈，我和庭州也希望我们霍家能越来越好。所有的孩子聚在一起，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所以说这笔钱投资人非常值得。好一个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啊！霍家交给你，我彻底放心了。哎，还有一个消息，你大哥陈远刚接到部队的紧急任务，暂时没法回京跟咱们团聚。军令如山，大哥做得对。大哥有公务在身，那我们的团聚就改在过年期间吧。正好我和庭州也收到了电报，也要回琼州岛了。好，这刚消停又要走，海岛那边风大，你们呀……妈，别难过了，等过年大哥回家，我带着四四一块儿回老宅，到时候咱们全家人整整齐齐的吃顿年夜饭。哎，好。还是琼州岛舒服呀。路上累了，你先去里屋好好休息一下子，行李我来收拾。
你别紧张，我不碰你，我就是想抱一下。这话不该是我说的吗？我没紧张。那你陪我躺一会儿？我还不困。陪我。你一直没睡啊？刚醒。乖，那我要起床去洗衣服啦。思思，我想试一下这家属房隔音效果怎么样？胡团长他们睡觉都很轻。这家伙是铁树开花了吗？你怎么和以前不一样啦？怎么不一样？因为你之前从来都不会说这种流氓话。你要是不喜欢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哎，我没说我不想听啊。天还没黑呢，我先去洗衣服。哎，我去洗。算了，还是让他消耗一下体力，要不然晚上累的就是自己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。你还擦收音机啊？后面我够不到，你帮我擦。这房子的隔音效果可能不太好。所以呢？所以不好，不好就不好吧。江同志你好，我是国安部的严怀远，方便进去说两句话吗？请进。啊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汽车上那个招了，他说岛上确实藏着联络员，他没有见过面，他只知道对方在几个区域活动过。我们顺着摸排了一遍，确实有目击者声称见过可疑人员，但我们请美院老师画出来的图，他们都摇头，无法拼出准确人脸。需要我帮忙？两件事，第一，请根据目击者的口述还原出一张人脸。第二，由于我们五官库过于陈旧，无法准确拼出人脸，请你帮助我们重建一套新的五官库模板。五官库这个事儿我早就注意到了，火车上就是用的那一套，确实太粗糙了。目击者描述明明是个塌鼻梁，拼出来却是个鹰钩鼻，因为根本没有对应的选项。目击证人现在还能联系到吗？可以随时安排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们的引导方式我不用，我有自己的引导方式，而且你们的人来了不能插嘴。没问题，你说了算。霍团长你好，我是国安部的严怀远，正在与你的爱人谈一个项目合作。什么合作项目？国安部找我帮忙，第一呢是画出嫌疑犯，第二呢就是建立五官库。严同志，我想问问，这个项目本身的危险系数？画画本身为零，
本身，我们会保证他的安全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。请坐。这样一来，你怎么啦？水喝多了，嗓子不舒服。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江同志，很高兴。慢走，不送。媳妇儿，他今年多大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问啊。下次问清楚，打探底细。这就要知道底细。行，换个说法，听着顺耳一点。这套东西搁现在真就是小学生手工课的水平，眼型就6种，鼻型4种，嘴型5种。随便算一下能组出来的面孔就只有那么点。但人脸有多少种组合？难怪目击者来了做完笔录就走，因为拼了也白拼。你知道这些问题出在哪儿吗？选项太少。不光是选项太少，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些都是静态的，而人脸是动态的。而且正光和侧光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，而阴天和晴天出来的效果也不同。你们的目击者描述的都是在特定光线下的效果，而你们给的模板都是正光下的平面剪影，这两者不对，当然拼不上。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到过。所以我说要重建，不光是要增加选项，而是呢能够把所有的光线原因都考虑进去，每一种至少正光、侧光、逆光要有3个版本。需要多久？给我半个月。江同志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不来我们这工作真的太可惜了。我这不是正在工作吗？我说的是正式编制。我不需要，我丈夫说他养我。团长，嫂子，这是夫人从京市寄过来的，让我转交。什么表情？没事做是不是？写的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妈随便叮嘱一下。叮嘱什么？没什么。这是男性补药。这可是妈妈特意寄来的，你可要多吃点啊。我身体这么好，不需要。我刚刚看上面写着什么久战神皮者，效果尤佳。忍住，不能笑，看我晚上怎么治你。周同志，按程序来，请先描述一下犯罪嫌疑人的五官特征。先别问这个。周同志，我问你什么，你现在就答什么。
谢谢周老师的配合。好嘞，你请回吧。你这套问法哪来的？其实人的记忆往往记住行为动作，会比记住面部表情更容易。让他通过去追寻之前的动作，可以更好的让他找出人物形象。我能把它整理成技术报告带回总部去推广吗？当然可以啦，但是你得自己记，我现在可记不住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别的人吗？有，等我。这个人我好像见过，上个月去市场买布，靠墙的第3个摊位，左手切布，右眼角下方有一块月牙形的旧疤。左手习惯，月牙疤，跟目击者描述的很吻合。你去市场买一次布，把联络员给我们找到了。我有眼睛看，顺便就看到啦。江同志，你这样的女人，真是让人叹服，人又漂亮。霍团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哇！他下午没回家吃饭，我给他送过来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？猜的。猜的？行，那你猜了多久了？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霍团长，你爱人脑子很好用，要好好保护着他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。严怀宇今天夸我了，听见了。那你觉得他说的对吗？对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以后到了饭点，回家吃饭。知道了，霍团长。脑子好，人又漂亮，我早就知道，用他说。今天画了一天画，太累了，早点睡吧。那个药到底放什么啊？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好。水声倒是挺响的嘛，2点、3点半、5点。喂，听众，你这体热的挺有规律啊。哼，看来妈妈寄来的药挺管用的，别停啊。生了。
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我这2天画画太累了，胃有点反酸吧。干呕？难道是有了？难怪昨晚他死活不让我碰，还说累。媳妇儿，我去工作了。你慢点儿。医生，我爱人今早吃饭的时候干呕了，像她这种情况，怀孕的概率大吗？如果你爱人身体各方面的数据很好，那她比别人怀孕的概率要低一些。不过会不会怀孕也要看具体情况。那什么，平时的次数不多吧？两次。上次是什么时候？到医院来了就不要不好意思了，有什么都要跟医生说。前天，大概1-2个小时吧。这男同志跟你可挺老实的，说话咋这么不诚实？那上回你爱人大概什么时候来的月事？大概还有3-4天就来了。你别太紧张，像你爱人这种情况，一般是不会怀孕的。那既生破了也没事吧？月事前期后8这段时间，大概女同志一般是不会排卵的。所以呀，不管你有没有用计生用品，你爱人怀孕的概率都不大。不过凡事也有例外，要是你实在不放心的话，就再等2天。如果下个月她的月事还是推迟了，你就带她再来医院找我检查一下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江同志，你知道你这个模板库一旦上线，我们的精准度能翻了无数倍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你能升职。你说话真直接。还有，那个摊位确实查过了，那个人确实存在，但他是化名，他很难找到。那就是他了。但现在不能查，他只是联络员，他有上限，一旦上线断了，这条线立马就撤了。你们是一直觉得上线在岛上吗？对。那如果他不在岛上呢？上线只需要信息沟通，又不需要常驻，它是流动的，所以不是他不好找，而是他根本就不在这儿。我现在去上报，江同志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速去速回。好。哎呀，团长，嫂子今天出去的早，回来也不会太晚啊。谁说我等他了？哟，霍团长等媳妇儿呢。没有，嫂子，您先忙。好。哎呀，团长啊，今天这个表都看800回了。好，我先去巡逻了。谁说我等他了？我就是随便站站。一个叫周海的人，每隔25到30天出现一次，每次不超过2天，2年没断过。这是5年前的画像，你看看。鼻骨歪斜，他的鼻梁骨折过，鼻骨歪斜是骨折后骨骼愈合造成的结果。人的脸呢会变老，但是骨骼不会，所以下次他来，这个鼻脸更好认。联络员每次出门都在渡口告示栏贴失物启事，我们当时没当回事。你看看这张纸，120304151107，对应是日和月，提前3天，这是他们的暗号。就这么简单？往往最简单的反而最安全。现在暗号知道了，周海下次来的时间也知道了。等他来，2个一起抓。期待你的好消息。那我先回家啦。这么晚了，路上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家。好。请。
是这样的。真是帮大忙了。霍团长，您这是在等嫂子？没有，随便逛逛，准备睡了。回来了，家里饭还热着呢。严同志，晚上路不好走，早点回。好的，团长。你穿成这样散步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喝吧。这什么？醋啊，陈年老醋。你等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月事没来。但你别紧张啊。推迟不一定就是怀孕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睡眠不好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别的不舒服的？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没有，我真没事儿。而且就算现在去医院，也查不出来什么。等2天吧，等国安的事情结束。好吧，那就等2天。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，都好，知道吗？请坐。昨晚行动了，周海和联络员同时落网，这是国安部的正式嘉奖，还有临时工作证，有效期6个月。局长让我转告，这次能破，关键在你。我还有一件事情，其实这次能破案，关键线索上线是流动人员这件事情，不是我想到的，是霍廷洲想到的，所以还麻烦在报告上写清楚这一点。谢谢霍团长。应该的。下次有案子，你们还接吗？提前3天知会我，我要评估一下。好。霍团长，你的夫人真的很棒。恭喜啊，怀上了，大概5周。谢谢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耶！放我下来，这里是医院，还有人呢。谢谢你。辖区公安局发来了沈秀文的协查通报。就在上周，在省立医院院外，他就医期间趁看守不备脱逃了，很可能来到了琼州岛江寺那边。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主任，这件事情就先不要让4子知道，我怕动了胎气。行，那你放心，回去吧。团长，码头和租客的人都排查过了，外来租客也摸了一遍，没有符合特征的人。但是昨天有个鱼贩说，前天在马路南边看到一个外乡人往家属院里面去了，再后来就没影了。继续查，抓紧。行，那嫂子那边，他不知道，不许说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霍廷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。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，你手出这么多汗。第一次当爹嘛，紧张。行，那霍团长，我们回家吧。
霍廷舟，没事儿，你睡。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呀？第一次当爹，紧张。紧张？我刚刚可看你掏枪了，怎么当爹还要背枪？睡枕头睡着不舒服，翻个面儿。行，你翻面儿。今天晚上你已经翻了4次面儿。哼。霍廷舟，你要再折腾的话，明天你就去客厅睡。媳妇儿，我去值班了，别忘了把门锁好。还有，别随便给人开门。霍团长，你10分钟前刚说过。这锁好之后再推2下，看锁好没有。霍廷舟，你已经说3遍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可能是最近小偷比较多吧。小偷？军区大院进小偷？你撒谎也不走点心。哎，你快去吧。反正记住，谁来都别开。你记住了，谁都不许看。快走吧。3遍，还有小偷，这是怎么了？当爹当魔怔了？霍廷舟，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一会儿会锁门的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一遍一遍回来查我的岗，你是觉得我……好女儿啊，你这门是真难进。沈修文，所以霍廷舟这些天的反常全是因为这个。沈修文，你怎么出来的？过得不错呀。我当年的那些东西你放哪儿了？说。那是你欠我。欠你的？老子一辈子攒的东西全让你吞了。说，到底在哪儿？你松手！好，我告诉你，他被我藏在了一个秘密仓库里。仓库？带我去。带你过去，如果你不放过我呢，我给你块地图，你自己去找，找到了东西都……哇！你要是敢耍花样，我立马回来捅了你！花！这他妈是什么？鬼画符啊！这他妈谁能看得懂？你是想在拖延时间是吧？这是密文，只有江家人看得懂。少他妈废话！我现在后悔了，你带我去，走。你要是么敢喊一嗓子，老子先送你上路。走。到了。终于找到了，哈哈哈！江家的财宝，江家的财宝都是我的了，都是我的了。哈哈哈！沈修文，这是我送你的最后一件礼物，你喜欢吗？我太喜欢了，现在可以去死了。人呢？姜思，给我滚出来！你没事吧？啊！我一回家没看见你，我的心都是空的。
是不是沈修文？该走的。对了，你没受伤吧？哎呀，霍团长，你慢点说。你看我现在不是站在这里好好的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对了，沈修文呢？里头关着呢，快进去抓小偷吧。看来霍团长也不笨嘛，还能发现我留在桌上的画上留了的印记。我回家在桌上发现这个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你胆子也太大，万一我没发现。那霍团长不是说最近小偷多吗？我这不是在帮霍团长抓小偷。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走。我有些许深情的独白，有一笔开了人海。以后再也不编小偷了，这种罪我这辈子都不想受第二次了。他仍与我未来。像你，眼睛和鼻子像你。哎，媳妇儿，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吧。霍南生，因为在南国出生的，所以我想让他永远记得这里。顽皮筋迷藏石桥下，写的诗不敢递给他。白衬衫黄昏无吉他，男生，霍南生。